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伟崇，欢迎来到 AI 办公赋能课堂。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如何让 AI 成为你的 Excel 教练。假如说你是一个 Excel 小白，身边呢又没有人给你指导，那么现在呢，用上 AI， 让 AI 成为你的 Excel 教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几个场景一起来看一下如何用好 AI 帮助我们解决 Excel 的难题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比如说现在呢，你是一个 Excel 小白，领导呢要求你把已经收集上来的信息进行分类的统计，并且呢还用数据透视表的形式做出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案例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在这一个表格当中呢，有不同的消费类型跟金额。假如说现在呢，领导要求你统计出餐饮这一个消费类型它的金额总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计算呢？如果列表比较少，那我们可以直接去做统计。如果数据有上百条的话，一个一个统计呢会非常的麻烦。但是呢，我又不会写公式怎么办呀？没有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讯飞星火这个 AI 帮助我们完成这样一个操作。这里呢，我们可以用之前所学的方法给它发送一些指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指令的构成。首先，先让它扮演 Excel 专家，并且呢，告诉它我们表格的特征。B 列呢是消费类型 ，C 列是金额。现在呢，要统计 B 列当中餐饮消费类型所花费的总金额，应该怎么来计算？然后呢，点击发送。那么稍等片刻呢，这一个 AI 就会返回一个公式给到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公式，然后打开这个表格，将鼠标点击到单元格当中，然后呢输入一个等号，把刚才的公式呢给它输进来，然后呢点击确定。这个时候呢，就帮我们把餐饮这一个价格呢给它统计出来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检验一下。你看现在呢，我们选中餐饮的这两列，它的总金额呢是 417.6， 刚好呢跟我们刚才这一个答案呢是完全匹配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我们要分别去统计不同消费类型它的金额总和，而且呢数据源特别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计算呢？好，现在呢，我们同样可以问 AI 如何来搞定这个事情。接下来呢，教给大家一个指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指令的构成。现在呢，要分别统计 B 列的消费类型中各项消费的总金额应该怎么来计算。好，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指令给它发送，我们来看一下它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此时呢，它还是让我们用 SUMIF 的函数呢来制作，并且呢，通过刚才的方法呢依次的去计算。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式比较的麻烦，那我们可以再问它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一键来统计。来看一下它给到我们的答案。好，你看这里面呢，它给到了两个答案。第一个呢，可以用 SUMIF 的函数，然后呢，在不同的单元格当中去输入以下的公式来完成。第二种呢，可以利用数据透视表呢来制作。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问它具体使用数据透视表可以怎么做，请告诉我流程。然后呢，点击发送。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给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答案。好，我们打开表格，首先第一步呢，选中 C 列跟 B 列的数据，然后呢，点击插入选项卡，找到数据透视表的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当中选择要放置数据透视表的位置，我们选择在现有的工作表，然后呢，把这个表给它放到第一列这里面，然后呢，点击确定。此时呢，会弹出这样一个窗口，在数据透视表当中可以拖动字段到不同的区域呢来进行分组，将 B 列这一个消费类型给它拖到行。好，我们将它拖到行。C 列金额呢给它拖到值这里面。你看这个时候呢就分别计算出各类的总和啦，是不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同理，另外一个数据源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呢完成计算。好，那我们刚才呢用 AI 帮助我们完成了数据分类统计的这样一个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场景，比如说领导呢要求你从已经收集上来的身份证信息当中，把每个人的出生年月以及性别提取出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做呢？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表格。
比如说在表格当中有不同的身份证号码，那我们要提取他的出生日期以及性别，但是我不会写公式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 AI 辅助我们来完成。同样的，我们可以先发送一段指令，这个指令呢我已经编辑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指令的构成。你现在是一名 Excel 专家，现在呢需要从 Excel 表格当中将已经输入的身份证号码提取出生日期， A 列是身份证号，那么如何在 B2 当中来写公式？好，我们点击发送，稍等片刻，然后呢它就会返回一个公式给到我们，然后呢我们选择复制这样一个代码，打开刚才这样一个表格，然后呢依照我们刚才的方法呢把公式给它输进来，点击确定。好，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1983年8月1日，就是这一个身份证号，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拖动，就把其他的身份证号呢给它也提取出来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去计算性别呢？好，现在呢我们在刚才这个公式呢来进行一个改造，比如说 A 列现在呢要在 C2 写公式，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取的就不是日期，而是每一个人的性别。好，我们点击发送。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返回给我们的公式，它是一个 if 函数。好，我们选择复制这个代码，打开刚才的表格，在这里面呢按照我们刚才的方法把公式给它输入进来，点击确定，然后呢我们直接拖动，就把每一个人的性别信息呢给提取出来了。但是我们如何去判断它提取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好，我们可以问一下 AI 如何从身份证信息中判定男女。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告诉我们的一个答案。他说身份证号第17位呢是性别码，奇数呢代表的是男性，偶数呢代表的是女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里面第17位就是倒数第2位，奇数为男性，3为男，0为女，0为女，1为男，所以呢刚才他给到我们的公式呢是完全正确的，对吧？非常的好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换另外的一个场景，比如说领导呢要求你从已经收集上来的信息按照要求进行判定是否合格，要做一个条件判定，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来做呢？同样的，我们打开练习素材，比如说在这里面呢有成绩跟出勤率两个指标，然后根据不同的要求我们要去判定它是否合格。我们来看第一个，如果成绩大于或等于60，那么就是合格，如果小于的话就是不合格。那么这个公式应该如何来写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直接将要求告诉 AI， 让它告诉我们答案。好，这里面呢我已经写好指令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指令的构成。首先让它扮演 Excel 专家， B 列是成绩， C 列是出勤率。现在呢要根据条件判断是否合格，现在要在 D2 当中来写一个公式判定，如果成绩大于等于60是及格，其他呢为不及格。好，我们把这个字呢改成不及格。应该怎么来写公式？然后点击发送，来看一下它返回给我们的答案。他说可以用 if 函数来实现，我们点击复制这个代码，在D2 单元格当中来输入刚才的这个公式。好，我们把公式给它输进来，然后呢点击确定，并且呢下拉这一个菜单，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57分是不及格的，53分是不及格的，其他呢都是大于等于60分的，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它的判定条件变了，成绩大于等于60，并且出勤率大于等于90以上才是及格。好，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写公式呢？同样的，我们把这个需求呢告诉 AI， 无非呢就是把刚才这个判定的标准呢更改一下。好，点击一下发送，来看一下它返回给我们的公式还是用 if 函数，我们点击复制，然后呢在这里面输入刚才给到我们这样一个公式，直接点击确定。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给到的答案对不对。首先大于60分，你看71分大于60分，出勤率呢是 97%， 大于 90%， 所以呢是及格的。好，比如说这里面呢它不及格，为什么？分数成绩它是
大于60分的，对吧？但是呢，出勤率它是83，小于90，所以呢是不及格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成绩98分，及格。出勤率大于90，所以呢它是及格的。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需求，比如说现在呢，成绩大于等于60，或者出勤率大于等于90，那么就是及格，其他为不及格。同样的，我们将刚才的指令呢做一点调整，然后让它告诉我们相应的公式。好，你看这里面呢还是用 if 公式，我们点击复制公式代码，把它呢鼠标光标点击到这里面。好，在这里面呢输入我们的公式，点击确定，然后呢将它下拉，我们一起来判定一下。你看这个是不及格，为什么不及格呢？首先分数是57分，小于60分，对吧？然后出勤率呢也没有达到90，所以呢它是不及格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分数呢为94分，是大于60分的。然后呢出勤率它是小于90分，但是它有一条是满足的，所以它是及格的。所以说 AI 给到我们的公式呢是完全正确的。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举例了3个场景，用 AI 呢来告诉我们答案，进而呢帮助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工作。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在遇到 Excel 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将我们的需求告诉 AI， 让它指导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真正的让 AI 成为你的 Excel 教练。好了，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方法，你都学会了吗？